只要带了这个来，给你做的衣服。是大哥找王家订的，昨天送到，今天刚好带过来。他说你平时穿衣裳有自己的风格，没办法指定做什么，所以这些全是居家服，从贴身的到外穿的全都有。哎，这料子真不错啊。哎，你老公弟弟对你真不错啊，带了不少东西过来。给你们都准备了，姐姐的全部同事。谢谢啊，这孩子真懂事。是大哥的意思，他说姐姐公务出差，如果单独给姐姐一个人准备不太礼貌。姐姐，我能去参观一下吗？去吧。林穗啊，怎么突然过来？不知道，早上小人说你在乌镇，他都不给大家准备的时间，就直接过来了。对了，其实还给你准备了厨子，当你同事面不好说，到时候偷偷给你做好吃的。你怎么不高兴啊？不想我们吗？我天天想你，盼着你早点回家呢。想。那我先去收拾了。小人，我待会儿回去，你跟我回去吗？不了，我就在这儿。你就在这儿？那待会儿姐姐们忙工作呢，没空答应你怎么办呀？姐姐，那你工作什么时候结束？我一会儿有个总决赛，结束以后就可以陪你了。那我能去现场吗？可以啊，但我没时间陪你。美玲，你帮我在观众席照顾他一下。今天领导们都要来，我会陪着。那给我票，我自己去吧。你自己呀？对，你可不许跟过来。稀罕。那我先走了。姐姐，我就在这儿看书，你忙你的，我不打扰你。好。怎么有种做人家长的错觉？帝崩于长乐宫，帝初崩，赐诸侯王玺书，南陈王。姐姐写的是不是古时候的那个周生辰啊？你也知道？知道，我族谱上有他。是个大奸臣，不过还挺风流的。风流？能和太子妃在一起，可不风流吗？太子妃是什么人？未来的中宫之主。为了他，竟然什么都不要，跳楼自尽。这可比旁人的风流多了。倒也是。我听我妈妈说，我哥就是特意要取他的名字，所以我就对他更感兴趣了。可惜就是记载太少了。是啊，资料太少都不是好话，奸臣、佞臣、叛臣。那姐姐是想写自己知道的他吗？我写给自己看的，和你一样，你哥哥的名字取自于他，所以特别感兴趣。那姐姐写了之后能给我看吗？好啊，但是你要先把这个看完。好。南陈王得书不肯哭，曰：“喜书封小，京师已有变。”小人，该走了，别打扰11姐姐休息。姐姐晚安。
早点睡。要走了啊。美玲姐姐晚安。晚安。哎呦呦呦呦呦！我差点以为他要在这儿秉烛夜谈到天亮。可你不觉得他看书的时候特别招人疼吗？哪里招人疼啊？我总觉得周生辰小时候应该也这样。习惯就好。怎么了？还不想走？是不是在想，如果自己是个女孩子，就可以留宿了？你不懂，大哥是不放心嫂子，要不然也不会让我来这儿。况且，还有个追求者住在这儿，虽然构不成威胁。你们几个辛苦一点，留意一下这里的情况。是。长大了肯定是个醋坛子。我下午要去见获奖的选手，没法带你去了。如果你不想回家的话，就在这里看书写作业，可以吗？嗯。姐姐，我发现你包个山竹都比一般人高明。不都这样吗？手法看似一样，但是因为人美，做起来也像是艺术。小屁孩。恭喜你啊，又斩获3员大将。都想拜你为师呢。说哪个？听你这个领导的安排啊。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。师傅，麻烦靠一下岸。哎，好。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。给我你周先生，好久不见啊！你好，美玲，多谢你这么照顾诗怡。你老公来了，我们先回去了啊。再见。拜拜。给我你多年以后仍握紧的手，给你成熟，你给我牵手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那边的所有问题呢？都解决了？我呢，今天上午到了上海，我怕你一个人在这儿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的事情都已经告一段落了，包括研究和回国的问题。回国的问题，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没有麻烦，是我之前那些同事太舍不得我了，极力的想挽留我，仅此而已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还有一个。这次突然回来，有没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想我啦？有，我很想你。那你不走了？不走了。好。你刚才为什么那么刻意的看王运东啊？向失败者致敬。时光无法偷走回忆，用尽所有力气去寻找你的痕迹。小人还在我房里呢，在做功课。不用着急回去，让他慢慢做。那我们现在去哪？为你赴词写意
过了桥之后，往左边走有吃饭的地方，正餐和茶社都有，还有一条街是专门卖小糕点之类的东西。往右边走的话，有一个纪念堂，还有一个染坊。你想去哪？你来过几次啊？这么熟悉？我没来过。我知道你住在这儿，所以让别人提前发给我了这里的平面图看。真的？我知道是真的，就是吧，你总会做些常人不做的事儿，有点怪。有点可爱。那我在西安的酒店，你也看过平面图吗？那个我没看过，当时的关系和现在不一样，所以不该看的，我绝对不会看。假正经。怎么没人看着呀？万一下雨怎么办？这个时间应该去休息吃饭了吧？那我们帮他们看一会儿吧，万一突然下雨了，还能帮着收拾。要是淋湿了就可惜了，掉色了就白忙活了。行，听你的。嗯。我突然想到一个电影的情节，是我配过的。说来听听。青城被围困，小南成王率骑兵1万，日夜不停入城增援，对抗13万敌军。20日后，援军至城下，南城家臣不抱任何期望，却忽见城墙上被头挂了数十条鸦青色的长布，破败不堪，裂缝中飞扬着。鸦青色是小南城王的王旗，在数条城墙上辗转飞扬的布匹，向家臣昭告着，此城未破。20万援军顷刻欢呼震天，声嘶力竭。这就是青城大捷。听你讲故事，我像是回到了小时候。小的时候，我没有什么娱乐的方式，外婆有干眼症，不能多看电视，所以我们晚上固定的节目就是听电台里的主播讲故事。干眼症？那现在好些了吗？身上很多小的毛病很难恢复的，再加上年纪慢慢变大，可能休息好就是最好的药了。落雨了，赶紧收啊！赶紧收，赶紧收！我帮你们收吧。哎呀，谢谢哦。这老板的谈的你娃娃女儿，你看见人家都好意思呢。今天哦，哎呀，有多大人呐，3岁的房子。慢点啊！哎呦，坐船回来了。哎呀，我还担心你们被雨淋到了呢。哎呀，下这么大的雨啊！他们没回来吗？啊，你们没在一起吗？没有，我有事先回来了。哦，哎，这位是？是我老公。老婆出差，千里追妻。我刚好有空过来。好好好。哎，来，把伞拿去啊！不用了，就2步路，我们跑过去。走吧。走了。哎呀，年轻人就是浪漫啊！小人。2位就不打扰了。他知道你回来了，
告诉他都不告诉。切，难怪他知道，箱子都送过来了。你刚刚在外面跟老板介绍我是什么？啊？忘了，我有说什么吗？你在研究什么啊？温度啊，我怕太冷了，把你冻感冒。记忆里面漫天飞雪的钟楼，在想起你名字的时候，终于再次盛开了，宛如灵魂的花朵，陪着我穿过光年的梦。我明白只一眼就能确定那是终点，怕什么沦陷，本想有你的世界。余生续写的诗，每一笔都是你的名字，再重来一次也会记得爱你这件事。如果说几百个世纪书写了我们的开始，爱怎会甘愿停止？那双熟悉的眼，已是曾泪流的从前，也不会改变某些注定相见。余生续写的诗，每一笔都是你的名字，再重来一次也会记得爱你这件事。如果说几百个世纪书写了我们的开始，爱怎会甘愿停止？也许还会有最温柔的双眸，一直在等候，收藏了太久的温柔。余生续写的诗，每一笔都是你的名字，再重来一次不用把温度调那么高，也会记得一会儿会出汗。这件事。如果说几百个世纪书写了我们的开始，爱怎会甘愿停止？小的时候背《吕氏春秋》，家里的长辈都会说：“弥漫好齿，正味知音，物以自乐。”美人和消遣的音乐都不值得沉浸。你听过这句话吗？当时我觉得这两个确实不值得沉浸，不过现在我不这么想了。忽然变得会说话了。有一些事确实需要无师自通。小雨让我们闲下来了以后去找他。什么叫闲下来？